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觉得钱是挣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，但我的女朋友却不这么认为。她总是对我的生活管东管西，还质疑很多我的处事方法，在生活上对我有很多束缚，我感觉特别委屈和窒息。他太追求生活品质了，什么东西都要买最好的。但是两个人在一起是要过日子的，有些钱我认为能省就要省。而且他情商就是很低，很多事儿说了800遍他也不改。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他才能长大呢？他总是说我，也不看看自己的问题。我当然希望我们的未来可以长久，但是这样我怎么能看到希望呢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关先生24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机构老师，有请。施女士26岁，来自四川，待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咋认识的呀？我们是大一的时候认识了，之后就没有太多的联系了。大4之后呢，是他在成都，我在天津，然后我刚好要去成都玩，然后刚好他也在那边，我们就借此机会联系上了。后面就相处的比较好，然后就在一块儿了。好，那现在你在哪儿啊？现在我们2个都在天津。多久了？快3年了。今天为什么来呢？今天其实主要是我想过来的，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开始在我花钱上，然后小事大事都开始管我。我觉得现在特别窒息，特别难受。怎么管你啊？最开始是我们2个金钱观不太一致了。又上升了，你看。对，就比如说有一次他去上班了，他提前跟我说要在家里面收拾一下卫生，那我就请一个保洁嘛。但是他就觉得我多花了这个钱，他特别不开心。当时我还挺开心的，因为中间上班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个视频，家里每个角落都收拾得特别好。但是后来过了2天之后，我就发现他手机有一笔转账记录，他花了150块钱找了保洁。我就觉得自己家的卫生为什么还要花钱找别人做？而且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你欺骗了我呀。我好奇的问一句，你是不是经常看他的手机啊？其实我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互相都有给到对方的手机密码的。当然，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每次我跟他说我要看他的手机，他总会不给我手机看。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他经常偷摸的看我的手机。我又觉得，那你既然看我手机了，那我也应该看你的，对吧？所以现在2个人互看手机已经成为了习惯，是吧？其实不是说我们俩之间没有信任，但是他其实也不止这一件事情骗我，他平时也有别的事情骗我。还有什么事儿骗您呢？就是有一次他跟我说，麦当劳有一个套餐是12块钱还是16块钱吧，他说他要去外面吃个麦当劳，我说行啊，你去吃呗。但是因为他用的是我的麦当劳的那个会员下的单，50多块钱，然后我又多次追问，他还是死鸭子嘴硬。这个为什么不说实话？还不是因为他平常管我管得太严了，他又会说我乱花钱，这还是因为他平常管制我太多了，我才会有这种顾虑嘛。但是你平时吃饭吃喝什么的，我从来都没有管过你啊。就是在我的想法里面，就是你有些钱该花的是可以花，但是不该花的你就是不应该花呀。什么钱是不该花的呀？他平时有一些兴趣爱好，他特别爱喝酒。那我就觉得喝酒算爱好啊？他就是跟我说他的爱好就是喝酒，然后打游戏，然后我觉得他有时候喝酒花了很多钱，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嘛。这个事儿我得跟您讲一下，是有一次我外地的朋友来到天津，肯定得尽到这个东道主之谊嘛。我们呢就多聊了一会儿，多点了几杯酒。他当然也没不给我面子，他就是在底下直接捅咕我，就是意思不让我再去点了，嫌我花钱多。我那是嫌你花钱多吗？我那不是怕你喝多了对自己身体也不好。好吗？我那是心疼你好吗？花了多少钱？花了2000多，最后都是我结的。他们喝的是鸡尾酒，1杯酒80多块钱。然后当时那可也没少喝呀，喝2000多得多少杯？后来就是因为他这个钱觉得我花的多，然后他回家跟我又生气了。他回家还吐了，然后我给他收拾到早上5点。但是我这种一次花这么多钱的情况也不是常有的呀，2、3个月就这么一回。2、3个月一回还不够多吗？我觉得这属于正常的一个交际应酬该花的钱的范围嘛。那你说，就算这个是大钱，你管，
对吗？那3块5块的小钱你也管。比如说有一次我们2个还有我一个朋友，我们一块儿去洗浴，出来到休息大厅，我手机眼看着就没电了啊，我旁边就有一个借充电宝的地方，我就想着那大家都很累了，那我就借一个充电宝，直接充上，咱就去休息了嘛。那天其实他是带了充电线的，但是他那个充电线在他的衣服里面，就你要想去拿还挺远的。我就觉得这3、5块钱小钱嘛，我就直接就借了嘛。他当时就黑脸了。可能对你来说几块钱不是钱，但是我觉得你就想我平时。咱留那些瓶子、纸壳子，我自己攒的，我卖了一大堆，也就卖个几块钱，对吗？你那一次充电宝你就用完了。那最终这个充电宝我不还是没用吗？不还是你去拿了线吗？我是觉得钱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挣出来的，不应该是说像你那么攒了一厨房的都堆满了纸壳、什么水瓶。那情况不就是咱们前段时间都没有工作吗？对啊，没有工作这一阵你找个工作上不完了吗？那不就解决咱们这个问题了吗？我不也是那2个月努力找工作，现在我也找到了。也不用说差这3块5块的呀。就其实主持人，我是一个想做自由职业的人，然后自由职业是啥职业？就是当我每次在读那个嘉宾资料介绍的时候，我读到自由职业的时候，我就特别自由，脑海里面我说自由职业到底是干嘛的？这个不是你能给我界定一下什么叫自由职业吗？这个词，反正对我来说，我的理解是，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，就是你不用去给人打工。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。哦，那不叫自由职业。对呀，那叫当老板。最近有一个定义啊，因为开始有那个自由职业联盟嘛，就是自由职业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事儿可以做，有收入，但是没有机构和公司给你交社保，自己交社保的，这属于自由职业啊。哦，还是当老板嘛。这说的绕了吧唧的，来行。就是我现在经常接一些视频剪辑或者平面做点海报的活嘛，我可能想要再提升一下这方面的技能，然后有一段时间去学习，然后以后通过这个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或者说学点经营，做点买卖也行。就是因为我从大学大1到我毕业这2年，我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，我一直都是在工作的。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裸辞，我现在也就是停了1个月的时间。我刚辞职的时候，也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，哎呀，如果你想做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就去做好了，反正咱们现在也饿不着。他最开始都很支持我的。那后面我不支持的原因，你不也得想一下吗？当时咱去了2次，他就不去了，说什么也不去了。但是你买的棒球手套和那个棒球棍都是男生的码。然后后面我为什么没有去呢？就是因为我后面换了一份工作，然后比较忙的情况下，所以我没有去。所以他就觉得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，而且他觉得我在这件兴趣上花了很多钱。你花了1000多块钱，是给我买装备，还是给你自己买装备？我的那个本意吧，肯定是好的。我本意就是想给你买，重点是不管是不是这个手套的号码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后面没有坚持下去再去。你要坚持下去再。他不去了，我当然也不去了。最开始我陪他去嘛。他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如果要去哪个地方，然后我没有去的话，他就可能就不去了。反正我不去了，好像就是我的错的那一种。而且不只是这个事情，就像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，他给我送了个礼物，是一台那个游戏机。但是这个 Switch 买回来以后，基本上都是他在玩。而且这个 Switch 买完之后，他还觉得里边游戏不够多，他又买了 PS4。然后买完 PS4以后呢，他又疯狂的去买里面的游戏卡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变成了一种完全消耗的东西，对你根本带不来任何的收益。我消费当然有好处了，因为里面还有好多游戏其实是可以2个人一块玩的，可以增进感情的。但是后面他说一直都是我在玩，他不玩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因为我买了这东西，他看着根本就不顺眼，看着不顺眼他也不玩了。我收到礼物的时候是很开心的，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更多的想想我要的是什么呢？那我平时跟你提了那么多，我想要一套某某的护肤品，就小几百块钱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记在心上呢？他后面说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机，那我觉得我买那个新的游戏机的时候，那是我正好接了一个活儿，然后我用我自己挣的钱去支持我的兴趣，支持我的爱好，这一直也是我的一个价值观吧。就是我觉得钱这个东西，就是我挣出来了，就是应该投入到我喜欢的事情上。我觉得我自己花钱挣，自己花钱买这种事儿，你也要管。就是我不是说我要花他多少钱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你刚刚说的话，我觉得不像是2个会往以后走的人产生的想法吧，我觉得。所以我特别好奇啊，男生唠唠叨叨，诉了一堆苦是吧？你来诉这些苦的目的是什么？
我的目的就是想让他在这个金钱方面对我管的稍微少一点。然后呢，第二个诉求就是以现在咱们生活拮据的这种情况，你也可以适当的找个工作去干。如果情况好起来了，是不是你还可以做你的自由职业？我觉得你现在对我所有的要求都是因为你没有达到当时的承诺，然后你现在顶不住压力，然后让我去上班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不能去上班。他当初的承诺是什么？他当时就是跟我说，你可以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也会尽快找到我的工作。然后，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嘛，你们俩的关系是？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啊？对啊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怎么觉得像夫妻一样呢？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情侣关系。所以我很好奇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干预对方的生活呢？因为有考虑到以后啊。以后是什么呀？现在都这样了。男人说不行，他管我管得太死了，我花几块钱，我吃个麦当劳我都需要去报花账的情况，这还有以后吗？我想问。所以我们今天过来调解。调解啥呀？也是希望。你们什么都达不成共识啊！你愿意做自由职业，你去做呗，你为什么非要让他同意呢？我觉得我是愿意跟他考虑以后的。别考虑以后，管你花钱你就受不了了，还有以后啊？那我现在也是在努力的挣钱呀，我也是在未来考虑。那就别抱怨啊，少喝2顿酒。Switch 卖了，因为你要养别人，所以你没资格有兴趣和爱好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责任。但是我觉得你愿不愿意吧？你愿不愿意吧？我愿意。你愿意就这么做呗，就别抱怨了，就别抱怨了，没有但是，愿意就没有但是。我只是希望他在生活上更多事情能稍微给我一些空间。那你走啊，你又不服人管，你又要跟人在一起，他就这个性格，他就愿意管你。我希望他能改变呀，改不了。我觉得你改得了吗？这个是未来以后的工作规划的东西。如果他说让我少说他一点，我觉得我只能说尽量控制自己。啊，只能控制嘛。对。所以下面要问吧，他现在最想做什么？自己做自由职业。自由职业的方向是什么？第一个方向就是自己做一个店，创个业，这是第一个方向。店什么店？应该是吃的东西的店。应该是吃的东西，吃的东西有很多。我们一块哪一类吃的？别说你们。您现在问他，他也说不清楚。其实我想的就是。我可能会做一些后期或者一些就是软件上的东西，因为我可能对软件会比较擅长一些。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一个远程办公的状态。然后时间也可以比较自由的分配。我也想再提升一下自己技能嘛，然后往动画那一块，然后自己也是学了 AE 啊，但是可能不够那么的，不够精。所以往那个方向去走，在现实条件下，你是要做一个小吃店，或者做一个小卖部。或者做一个什么挣了钱来支撑你去学习，还是说你就想踏踏实实的扎下来先学习，学好了之后再去做这个方向？我最开始的想法是我可以在家好好闲下心来学习一段时间，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可能需要去，甭管是创业还是去上班吧。创业创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的那个卤肉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朋友也比较多嘛，然后帮我们做推广啊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我也有一些很多的设想都跟他聊过。做卤肉一定需要他吗？我觉得如果我要做这个东西的话，肯定是要他。那要做吗？但是他那天跟我分析完了这个事情以后，所以他就是他跟我说，你如果想要，所以你放弃了是吧？对，他说如果你想要放弃了就过，下面还想做什么？下面的话我就是切实可行的，我就只能去上班呀。找工作了吗？因为我这个月的话是在考驾照，我打算下个月开始找工作。考驾照怎么会影响找工作呢？因为考驾照的时间都是在周中，我也有在看了，不是说完全没有看。那不影响投简历啊？投了，都有投，然后前段时间有在面试。所以其实说白了，对生活只有一个朦胧的规划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，对。最终想就是在你理想当中，你成功的那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子呀？就是柴米油盐啊，然后我有自己的时间，而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放在996或者我去给人打工的那种状态。那怎么柴米油盐呢？总得买米买盐啊。对。所以呢？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出答案，但是我希望所以这就是这个臭小子心里不服气的原因嘛。你又眼高手低嘛。你虽说不志存高远吧，但是你想象的完全是一个太太的生活。我不是想要一个太太的生活。你要的就是太太的生活呀，你还想要什么呀？不对，柴米油盐，自由。不对。那是什么？还是不对。你给个对的方向吧。我就觉得我规划的未来生活，就是我会有一份稳定的能够是什么线上工作的这么一个工作。啊？为什么一定是线上？
因为我觉得时代可能是线上发展比较好一些吧。所以也好奇怪啊，大学毕业了3年了，我们在谈职业规划的时候，你永远是希望和模糊的。我觉得你别觉得了，你没法觉得，你自己都管不好，这就是你们俩现在情感的最大问题。总有一个人想做别人的人生导师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别人去承担更多的责任，而让自己显得轻松一些。听起来好像琐琐碎碎，实际全是直击到情感当中最重要的那几个单元上面。你们一会儿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生的节俭一览无余，这么一个年龄的女孩，她可以去积攒废品，然后去卖钱，认为这可以补贴一点家用。而你呢，刚刚踏进社会职场，喝一顿酒2000多块钱，您的消费观，恕我直言，和您的年龄不匹配。刚才还口口声声说，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，这是一个欺骗人的谎言。会挣钱的人，也要省着过日子，这才能过好日子。你们2个人不要小看一个金钱观、消费观，有很多的爱情甚至是婚姻，由于消费观、金钱观的不合，导致争端甚至分手。如果2个人价值观是相同的，又有爱，我们相互支撑、相互鼓励，一个失败了、失意了，给他安慰，给他信心，你们有吗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不要小看，似乎是一些琐碎的小矛盾，但你们已经涉及到了很核心的消费观、金钱观、价值观。如果这些观无法关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不要把2个人硬生生的关在一起，散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。谢谢。我们每个人可能由于成长背景啊，会有观念的不同，但不是所有观念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要分手。那3观不同的人如何能走在一起呢？基础是什么？足够爱。所有的观念都能够因为爱和包容，因为磨合和互相的谅解趋同，但不好意思，你们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自己问问自己的心，有多爱对方这个人，有多么想为对方的一生负责任。女生真愿意嫁给男生，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时候想任性一把的人，这个责任你不能帮他一起负吗？男生想娶女生，你要跟他就是这么一个节约的人，你就不能勤俭持家吗？抱歉，我看到的答案都是不能，没有那么爱。最初的激情冷淡之后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啊！谁也看不惯谁的观念，谁也包容不了谁的生活习惯。所以一份不够爱的情感，加上2个观念不一样的人，那什么结果呢？那可不就是分手。所以你们今天很简单，就摸摸自己的心，我有多爱这个人，我愿不愿意为我这份选择负责任，我愿不愿意承担他和我的生活观念不一样的后果，我能不能包容？不能，咱就转身，就道一声珍重、祝福，再见。你俩身上有一个共同让人很讨厌的地方，叫做虚伪。男生虚伪的地方在哪儿？送礼物送的是自己喜欢的，你就自己买，非要打着送人家的旗号买一个东西，吃个麦当劳也骗。女生虚伪的地方在哪儿？你明明就是懒，非要给自己戴那么多高帽。我要找一个线上的工作，我要为了柴米油盐不朝9晚5，这不就是懒吗？哪有那么多线上的工作让你躺在家里面挣钱啊？刚才说到3观的问题，为什么3观不一致的人很难在一起？不是因为3观不同，3观不同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我要用我的3观来绑架你的3观，你必须要改变你的3观来迎合我。我们只是因为从小生活的环境和家庭成长的背景不同，所以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价值观。
那我们赖谁？赖父母吗？你们只是谈恋爱的关系，只是谈恋爱的关系，边界感非常重要。你越过这条线，你管的就太多了。你没有那个资格，也没有那个权利要求我的男朋友或者我的女朋友为我来改变，为我来做什么样的妥协，没有。如果你爱就接受，不爱就散伙，就这么简单。听明白了吗？谢谢。那个棒球课报名花了多少钱？那个是我们朋友组织的，不用花钱吗？他还有别的什么爱好花钱的吗？他还有之前他有一次去报了一个跳舞课，但是他自己其实也没有跟我提过喜欢跳舞。花多少钱？花了1000块钱报了10节课，后面也没有再坚持。10节课上完了吗？他上完了。其实姑娘，我不觉得你是个节俭的人。3块钱你要省，纸壳子要剪，然后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，1000块钱也可以花。这是节俭吗？不是节俭，你其实是被情绪吞没了。你的省钱是一种情绪，是因为你在钱这件事情上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在钱这件事情没有安全感呢？因为你自己不挣钱，靠别人挣钱。老师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其实我去跳舞，我是想带着他跟我一起。不是，你不用跟我讲这个，他带着你一起，你们俩可以挣钱吗？靠跳舞这个事儿，你省那3块钱，不是因为你节俭，而是因为你的情绪被吞没了。你在钱这件事情上没有安全感。我替你翻译一下他的意思是什么，很简单，他今天来就是2件事。第一，如果你要我养你，你就别管我；第二，如果你要管我，就别让我养你，就这2件事。你从头到尾都不承认他在养你，对吗？我就是干自由职业，我除了大学毕业之后上过2年班，再也没上过班。所有的自由职业核心是挣钱，不挣钱叫失业。你现在是失业，不是自由职业。第二个，自由职业是一个门槛非常高的事情，因为它需要非常的自律。我是个作家，我们作家常年就是在家里面写东西，但是你知道，我早年还是个网络作家，每天得写8000字，关键每天写8000字，我写了1-2年，写了100多万字的废稿，没出版。你终于说了一句实话，这每天写8000字，他只能废啊。对啊，那不是，那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。但是你知道，一个人每天写8000，我不是说8000，每天写4000字，不容易，每天啊，太难了，是一个多艰难的事情，非常艰难。但是为什么要做？因为自由职业嘛，你选择的，你对抗的是什么？你对抗的是这个社会嘛。这个社会要求你去好好上班，好好工作。你说我不想上班，不想工作，好，你拿出能力来。我还跟你学的一个专业，我还真告诉你，我有一个小学弟也不想上班，就是学这个的。说怎么办呢？接活接不到活，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抖音上面找抖音上面的综艺节目，给他把那个综艺节目剪出来。抖音上面现在你剪综艺可以帮综艺宣传，他给你钱，1个月挣2-3万，但是每天花10几个小时干这个事儿，那是真的哗的出东西。你干了吗？你说学技术好，你学了吗？学了什么？什么样的技术需要你在家1年、2年、3年这么待在家里面？学了那么多也拿不出东西来。你真要学技术，你现在手上应该起了好多个号了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因为你肯定要剪东西出来嘛，你能不起号吗？东西呢？所以，我跟你表达的是什么？你对于钱的焦虑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你现在不挣钱。而不挣钱的这个原因不在于说我要去追求自由职业，而是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游牧青年，你现在只想玩。所以当你在管他那个3块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我要管自己呢？你连3块钱你都看得见，你都要管，你都有伸手，你连那些纸壳子你都要捡回来，怎么就不在某一个专业上面去深入的做呢？去真正的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呢？你们2个人都是对于生活充满了怨气的人，但问题在于，这生活真的对不起你们了吗？没有的，是你们没有在生活上投入更多而已。至于你，扛不住就扛不住，不需要硬扛，就这样。你们俩现在不是爱情的问题，你们俩现在人生的问题。我觉得他们俩就2条路，
一条路你们就这么绑着，挺好的。其实那也是个生活乐趣，你知道吧？你想，他吃一顿麦当劳，他有成就感啊。捉迷藏的游戏是有人生成就感的，心理上是有快意的。他要不管你，你都觉得不合适了。你换个女朋友，你受不了的，你信吗？他很有快乐，就是你越不让我花，我越给你花，像不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？所以我看法不一样，我觉得你们俩就应该好好的在一起，这是第一条路。第二条路就是就此分开，至少应该产生出一些物理距离或者心理距离来。你们两个是独立的人，一个26岁，一个24岁，你们有自己独立的人生。你们的人生都没有的时候，你们谈什么爱情啊？你们自己琢磨啊！一起进入真情六步堂。我是觉得通过今天老师们的这种调解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偷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来预测一下结果。双不出，女出男不出，我觉得女生可能还没有想清楚她。我觉得他们会双出吧。我特别同意你的观点，就是要双出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来，来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你们说现在就谁谈个对象不想乐乐呵呵的？但是就是我对象吧，他一天没事就跟我掉个小脸儿，脸贼酸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酸脸的，就成天就像我欠了他多少钱一样，就那个眼神儿就好像是有什么血海深仇。哎，就我现在就真是不想多看他一眼，就每天看着他，我就感觉我特别堵心。就我跟他说也说不开，他听吧还听不懂，就整个一个祖宗，就这恋爱谈的就是特别糟心。就我现在已经开始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跟他往下相处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博22岁，来自辽宁工程师；女嘉宾小楼22岁，来自辽宁活动执行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谈恋爱谈了多久？在一起3年了，就要结婚了是吧？嗯，对。所以所有的冲突就是从我们要结婚开始的，是吧？对。来说说吧。就是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们2个人已经开始有结婚的打算了，但是我一跟他说，他就总是酸个脸子，然后我俩因为这件事情在吵架。为啥对人摔脸子呀？你可别提了，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他这说话，好像他是长官，我是小兵一样。哎，你必须去这么做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我就要生气啊，我就不行，我就接受不了，我就很无奈。凭什么我一定要听着你的？主持人是这样，就有2次，我说2个人一块收拾个屋吧，家里挺乱的。也是可能有点晚了，然后他当时那是可能有点晚吗？那是几点呀？你说，10点半，晚上10点半。那10点半我就想睡得干净一点，怎么了吗？那白天工作了一天，晚上到家7、8点钟，我再吃口饭，我再收拾完自己，那只有那个时间了呀。那你至于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就摔个脸子吗？你换个时间段，我会跟你这么说吗？每一次他就好像生物钟调到10点半就要收拾东西一样，就上好发条了。哎，我一到10点半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去干活了，我要把咱家收拾了。天天10点半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卡着那个点儿。你也不是天天7、8点钟下班吧？那就不说晚上，那白天的时候呢？白天我跟你说收拾去，你不也是臭个脸跟我吗？我做没做吧？我最后结果是不是做了？是做了。那你既然你会做，为什么一定要吵这一架呢？那你让我心里有多难受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不能好好说话吗？不能好好沟通吗？我跟你想好好沟通，你不还是酸个脸子跟我吗？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，我肯定会跟你好好说话。现在你觉得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交流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有说我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晚上我说让你洗个澡，你不也还是这样吗？啊，等我打完这把游戏的啊，你差这一功夫就这种态度吗？你跟我好说了吗？我一开始不是好好跟你说吗？我说我这把完事儿我就去，那正玩着呢，你让我怎么去啊？你打完这一把又一把，一直在催，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明确了，他就你快去吧，都几点了？他要睡觉又怎么样？那本来等你打完游戏再去洗澡，12点多了，大哥，我不困吗？哎，那你们结什么婚呢？我这听不下去了。行，听明白了，就日常生活其实现在已经发现，在一起的日子已经有点乏味了呗，就这点事儿都要吵呗。行，还有啥？你都不知道，他天天我们定好的规矩嘛，就是一个做饭，另一个刷碗，不很正常吗？分工明确吗？
这家伙好，我做完了之后你干嘛了？跟那一躺，搁电视一看。从咱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说我不喜欢碰厨房里的油水啥的，而且我说了，就给你一个厨房收拾，其他地方我也不需要你弄吧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咱们要定这个规矩呢？那为什么你要同意呢？那你不喜欢厨房的话，你不喜欢刷碗，那你做饭呗，我都可以啊。做饭不是碰油水吗？那为什么要一起定规矩？你定完你又不遵守，完之后你还要命令我去做。那你一个大老爷们就不能让点小姑娘吗？这跟男女平等又扯上什么关系了？那你命令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呢？行，听懂了。还有啥事儿？他跟他朋友唠嗑，总在背后说我不好，我还有录音呢。你哪来的录音啊？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可巧了，说来哈，她的闺蜜吧，特别喜欢跟她唠嗑，就什么就是闲杂琐碎啊，都想跟她俩聊聊天，都讲一讲。完事呢，她就跟我说，她闺蜜给她讲了一个事儿，特别有意思，还让我听。她上一条语音恰好就是说我，哎，你对象怎么样？我们听听，我们听听。你男朋友什么意思啊？见面刷脸子，成天掉脸子给谁看呢？你该他的呀，还处啥呀？我都看不过去了，你还跟他处，有什么意思呀？你朋友说的错没错？我朋友说的确实没错，他确实没错，你咋不离开他呢？我都没见过身边朋友是这样的，反正我跟我身边朋友一说啊，我对象今天我俩又生气了，又吵架了。我朋友说，哎呀，别跟小姑娘一般见识啊，你俩好好处，这就是我认为的朋友。但我真没想到啊，主持人就是我做这个行业，就可能就是经常需要一些。活动执行对活动执行之类的，就是偶尔帮干个小活啥的。我朋友就说让他去帮个忙，然后他当时在打游戏，我就叫他了，人家直接跟我酸个脸子，也不说去，也不说不去。然后后来我就合计，哎，这也是赚钱的事儿，我就答应我朋友了。然后人家就急眼了。你是这么样的吗？他那个朋友找他说，临时有个事情需要你对象去帮个忙。他俩打电话，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去吧。我这么说的，我说那个我先帮忙，帮你再找一找别人吧，我看看有没有别人能去。这话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他那没听出来，就非得说，哎，你不说你要去了吗？我就答应了。答应完之后，我说我不想去呀，怎么样的？他就说啊，那我都跟我朋友答应好了，怎么事？因为这事吵架还能怪到我身上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那打游戏比赚钱都重要吗？我并不是说他找我的时候我才去玩的吧，是我一直在外面玩游戏，然后他突然来了这么说。咱不吵啊。后来去还是没去啊？没去，然后见着我朋友跟我朋友甩脸子。所以朋友才会给他有这个评价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，还有什么冲突吗？你别光说我朋友，我觉得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朋友，都说我头都跟30岁了似的。那你不得谢谢我？我真谢谢你呗。你30我还要你？对，我太谢谢你了。你那朋友，哎，你那朋友多好，那前女友都能上来加个微信，又这的那地的。主持人是这么回事儿啊，就是我前段时间我发现有人加他了，因为那天大早上我清晰记得5点20来了一条朋友验证消息。顶上写着什么啊？我喝多了，我想去找你，然后一跟你说话，发现你给我删了，就这种话，谁不会多想？那重点是不是我给人家删了呀？主要是你醒了以后，我问你，你承认了吗？你也不承认，说你认识他呀。然后人家怎么跟我说的？人家说可能是不小心在群里加错了，加到我这儿来了，怎么就那么会加错，加到你身上呢？啊？那一天跟福尔摩斯似的。侦查老详细了，前女友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不想就是因为这点小事再影响到我俩现在的感情，我就给他删了。我就寻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，那我就装傻，我就不知道，反正我都给人家删了，我也没跟人家有什么别的问题，然后非得就一直追根到底，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，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我既然能给人家主动删了，我就证明我不想再让他影响到我俩之间的感情，我就寻思那就算了，我就当不知道吧，就是你就含糊盖过去就得了呗。那你因为一个前女友跟我说这说那的，搁那骗我，你想你自己当时怎么说的话？大早上5点20，我不知道咋回事，咣叽一脚踹过来了。最后这事儿到底是个什么事儿？就是他前女友加他是吧？对，他加还是没加？他加了，然后背着我删了，然后那女的又加他，被我发现了。哦，他还不承认？对，他不承认。他为前女友跟你说谎了，是这意思吧？而且还是酸着脸子跟我在那说谎。行，就是拉脸子，脸色很不好看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你说这件事儿是要表明他对你不忠诚呢，还是要说？我就觉着明明是你做错了，你凭什么酸着个脸子还搁那骗我？还有一件事你自己忘了吗？什么狗蛋亲收？什么狗蛋亲收？我的天，事儿还不少啊！他当时实习，平时就在家看他手机，我就能发现那女的，就可能一块带个饭，来个转账啥，就来一个狗蛋亲收。怎么你跟他家狗关系好还是咋的呀？
这种词儿，他在他那边理解，觉得理解成你不没有吗？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出来啊！那狗蛋亲收那过程我没听明白，到底就是两个人狗蛋亲收是啥意思？就是在一起，就是工作嘛，然后中午一块带个饭啥的，他就帮那女孩带了个饭，那女孩给他转账，转账备注是狗蛋亲收。对啊，为什么会用狗蛋？狗蛋是你的小名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。那不对，那不对，那不对，那这个就不合理了啊！就正常，对吧？就狗蛋是他的小名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很奇怪。对啊，那如果没有一点关系，我会多想吗？不可能啊！来个狗蛋亲收。我给严老师带了个饭，严老师给我一转账，严老师说狗蛋亲收。我们没这经历，不好回应。因为这很显然是一个昵称，对吧？狗蛋就是一个昵称嘛，是吧？陆琪老师，您是作家，您给推理推理。啊，狗蛋算昵称吗？还是骂人的话？狗蛋儿。算，我儿子小名叫宝蛋儿。哦，宝蛋儿。对，能叫蛋儿的这种的都是特亲昵的。你就嫌事儿不小，来，你说说。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。不，这女生怎么会？就这女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生？给一个男生带完饭以后，备注里面写的是狗蛋儿亲收。第一点，红包不是我发的，我并不能决定他怎么给我发红包，以什么形式，以什么备注给我发。我给他带了份饭，我只是尽到我同事那个顺手的一个说。顺手之为吧，人家怎么回我，怎么给我发钱，那是人家的事，我还得控制他的想法吗？想法是控制不了，但是这个确实有点。那我不收这个钱，对吧？我说我给你退了。不是，你不要偷换概念，他可以写谢谢，正常，对吧？你叫什么来着？姓边。啊，可以谢谢小编或者小编亲收，我这都理解，边老师亲收，边总亲收，这我们都理解。但是怎么突然冒出个狗蛋儿来？你不奇怪吗？你没问他，你说谁是狗蛋儿啊？我没问啊，我直接收了。那就习以为常嘛。平时就喊这个名字嘛。对啊，那就是习以为常嘛。如果不习以为常，肯定会问嘛，很好奇嘛。而且在我质问他的时候，他跟我态度一点都不好。你做的事儿都是小事儿，你跟别的男同事出去做活动的时候干什么了？那男同事为啥给你带糖啊？为啥你还要了这糖？你还很炫耀的跟我说啊，男同事给了我一块糖，怎么？我是炫耀吗？我是告诉你一下，刚才有一个男同事给了我一块糖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免得你误会。你不是来通知我的吗？告诉我说，哎，我给吃了。回头我问他，我说，那你一个女孩给了我一块糖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他说，我当然会生气啊。那换成我就不能生气了是吧？那哪有这种规矩啊？我为什么会生气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老有这种事儿发现，我还不能生气吗？行，咱不说这个了。今天来干嘛来了？今天来干嘛来了？对啊，我今天就是想问问他，他到底怎么想的，我俩还能不能继续往下走了？他问你们俩能不能再往下走？能不能往下走不是我决定的，是你现在对我管控的很多，我非常不舒服。我觉得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呀。你天天酸脸子对我呢？你要不这么说话的话，我会酸脸的吗？接下来我问几个详细问题，好不好？只相处了3年，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冲突了，你觉得你们还磨合得了吗？就是你还能忍他吗？怎么说呢？就是每次我俩吵架是吵架，但是有的时候他对我还是挺好。你还打算娶她吗？我打算娶她啊，打算娶她。相对比较糟糕的情感状态，还在跟别人提出要求，而自己从来没有看看在这个关系当中我该咋办。你们真的应该好好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了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。酸脸。就这狗蛋这事儿，我特想跟你矫情矫情。总有那种的男生，假装自己特别无辜，把责任都推卸到别的女生身上啊，是他要主动给我转的钱，是他要这么叫我，责任都在他，跟我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吗？跟你最有关系了。我明白你说的意思，但是呢，我没有说跑神，我只是说，上一个人说完话我还没缓过来，因为我觉得，你看，我很不能理解他说的话，但是。我不想打断他，我不想跟一个女生去计较这么些。我甚至可以管他叫做，我们有代沟。我是00年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多大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是90的还是80，对吧？你愿意怎么样，那是你对生活的选择。我们作为局外人，只是把我们看到的清晰地告诉你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分。我觉得我们俩也在一起3年了。就是如果抛开这些来看，什么都是好的，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些东西：拴脸子，坏脾气。如果说有一天
你能把你这些栓脸子、坏脾气、不懂事儿改掉的话，我们是有可能的。我们已经在一起3年了，从最开始那种炽热、那种激情，到现在回归到冷淡，到平凡，一点一点，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，中间出现了很多不开心、磨合不了的问题，可能真的需要我们冷静一点，或者是说，我们可能彼此真的不适合自己，还是说我们到底换一种相处模式会更好？其实我给不出来一个答案，我现在也很难过。行，给个建议吧，同意不分手，但是分居你们就出来。你们说我们还同居在一起，你们也别出来了。男生说的对啊，找一个改变的相处模式嘛，对吧？住在一起已经打翻天了吗？先在物理距离上面间隔一下嘛，看看你们心里到底有多少是有对方的嘛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开门。我设定这个时候，我说句实话，我就挖了个坑，我就想让他们跳一跳，我就不想看他们再出来了。说句实话，实际我想让他们有个距离，再看一看对方。他们要还想那样就那样吧。好了，祝你们快乐吧。再一次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